这是什么呀？这是？你又不是文盲。你们都填了吗？我们的简单，什么都没有，都交了。地下恋、前男友、暗恋对象都要填哦。这算侵犯隐私了吧？这。哎，咱们老大最近怎么了？这段时间心神不宁的，老不在所里待着。我怎么到现在都没看罗宾？他晚一点会来。你也告诉罗宾，这2天我们家里事儿比较多，律所的事儿，他代管，我就不给他打电话了。好，有事我让他给您打电话。如果我不接电话，让他自己做主。诸位，你们的表都填好了吗？不是晚上下班前填好就行了？你需要那么久吗？你有那么复杂的情史吗？复杂到一直要填到下班吗？我准备开庭的。我有一个问题。说。律所让我们填写的这些个人信息，涉及到侵犯员工的隐私问题啊。这上边吧有一些特别隐私的问题，就比如说什么小学同学、初恋情人、暗恋对象什么的。那这些是不是应该获得利益相关者的同意之后才能披露啊？你敢公然的顶撞我？没有，何在老师。我一直非常好奇，你是什么来头？你之所以拒绝填这张表格，是不是因为你有不可告人的勾当？何在老师，我真的觉得您应该去看一下心理医生，因为您这是典型。你给我滚出去！你给我滚出去！你不用填这个表格了啊！你被炒了！我不管你的背景是什么，你的后台是什么。今天你和我，要不你在这儿，要不我在这儿，要不你走，要不我走。兰兰把他给拒了。那他就把我们当出气筒了。你说的没错，他就是需要去看心理医生。你就当他在发病，是病人，啊。你先躲躲，等罗宾回来，让罗宾去解决。谢谢。您是说黛西给嘉豪出主意，让您跟陶月离婚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您先别急嘛，这样我马上到律所，我问问黛西。你不能总护着黛西吧？您当年也是这么护着我的。哈，你承认你护着黛西了？我这是爱护的护，不是袒护的护。如果说黛西真的这么做了，我马上让她收拾东西走。可如果万一是嘉豪理解有误呢？所以您别急，我先问问，好吗？让黛西到办公室来。他已经被何塞炒了。什么？就因为他得罪了封印？他得罪封印了？谁跟你说的？封印跟你说的？怎么说的？封印想把他炒了？没有。那何塞是为什么呢？他失控了，黛西就撞他枪口上了。其实黛西就是堵了枪眼，你都没看见今天何塞跟疯了一样。幸亏咱们国家有枪支管控，不然的话，如果谁给他一把冲锋枪，现在办公室已经横尸遍野了。这是谁搞的？从小学同学写起，怎么不从幼儿园写起？何塞搞的。神经病！所以我跟你说他疯了呀。我看暂时还是不要让他再管助理了。那让谁管？哪怕你先接过来呢。丽娜，你在开玩笑？你看我像在开玩笑吗？你今天根本没有在场。我不用在场。他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发作一次，几乎每个月一回。这次是100年不遇。你跟他认识100年了吗？为什么我最近不管说什么，你都要呛着我呢？我不是要呛着你，我是要告诉你，他什么都没有，没有朋友，没有女朋友，没有家，没有孩子，他只有工作。如果你再不让他管助理，他一点存在感都没了。那你就是打算袖手旁观了？要不要我现在跟黛西说，让他明天来办正式离职手续？我只是说不能不让他管助理，并不代表我袖手旁观。
通知黛西明天早上上班，何塞没有资格开除他。我已经这么跟他说了。谢谢。但是何塞也说了，这次他绝不妥协，他和黛西必须走一个。好嘞，我这就过来。我没时间，我只需要5分钟，1分钟也没有。何塞，我父亲晕倒了。对不起，没关系，他是冲我，不是冲你。就因为你顶撞了他吗？对于他来说，这就是背叛。怎么能是背叛？充其量是意见不同嘛。你不会理解的。对不起，我下一下。你到底到哪儿了？姐，你爸没事吧？幸亏送来的及时。医生怎么说呀？没太大问题。妈现在在里边。要不你跟妈回去，我在这照顾爸爸。你能不能不跟爸吵了？我没跟他吵啊，我从来就没跟他吵过，是他跟我吵。你能不能让着他点？他都这么大岁数了。是你说他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你在家里养花、种草好不好？或者你上广场上跟大妈们跳舞去。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啊，你还四处给人当顾问，还去参加什么听证会？人这叫让着吗？这就让着爸吗？啊！我这实话实说。实话实说太伤人了，以后你别实话实说。我都听妈说了，你在听证会上那么多人，你当着那么多人面，你顶撞爸。姐，那叫听证会，好不好？听证会就是要做到公开公正，大家就是要坐下来啊，面对面的把自己心里想说的事儿都掰扯明白了。不是，你有什么要求，你可以私下里跟爸说啊。你当着那么多人面，他的脸往哪儿放？我是律师，对不对？我得把我的意见说出来吧。如果希望我不在这个场合出现，那当初啊，他就不应该让我学法律啊，他就不应该逼着我，让我去上什么法学院。法学院，爸要是不逼你，你现在就是个导游。导游怎么了？导游光荣啊，我喜欢。你是来吵架的是吧？我不是跟你吵架，我是在跟你讲道理。行了吧，你跟我讲什么道理 ？OK， 我都可以理解。但是我现在告诉你，不要跟爸讲道理，行吗？他都这么大岁数了。他年轻时候就这样，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。他从来不听别人讲道理，只有他给别人讲道理。他就是道理本尊。你要是这样，不要进去了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要想进去，你就只能说一句话：对不起，爸，我错了。要不然你做不到，你就别进去。